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这一章我们继续一起解读《道德经》的第53章，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一念随喜，功德无量。在我们日常的经验中，常常会感到一种模糊不清的不安，一种无法明确指出源头的错位感。这种感受既不是来自身体的病痛，也并非直接出自人际关系的冲突，而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不易察觉却持续影响个体判断与选择的紧张状态。在这个章节中，老子以简练之语揭示了这种紧张背后的逻辑源头，并给出了一种脱离这种困境的根本方向。此章是《道德经》中对政治制度与道德伦理双重堕落的深刻揭示，也是对自我修养和社会选择之间关系的精妙诊断。开篇一句“使我介然有之，行于大道，为师是谓”，是本章最有力量的语句之一。所谓介然，即心中微动，心有芥蒂，表示老子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即使坚持走在大道上，内心依然有所畏惧。而这种畏惧的核心并非来自自然的艰难，而是来自人为制度的变形和民众趋利的选择所构成的强大偏离力。为师是谓并非针对自然中的山川、道路或天气的畏惧，而是指在推行大道的过程中，对偏离者、背道而驰者所带来的结构性破坏的一种深切忧虑。老子并不是担心个人走错路，而是警觉于整个社会的集体方向一旦偏离，那些原本简单平坦的路将被复杂化，被权力、利益、技术和欲望反复切割和遮蔽。这就是接下来所说的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大道本身宽阔平坦，顺其自然，因其自然，所以无需修饰。然而人们却偏好捷径，偏好速成，偏好眼前的见效与功利的衡量。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到其与当代社会制度所呈现出来的管理思维之间的深刻对照。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在很多制度安排中体现出对快速、效率、成果导向的高度偏执。政策的设计者往往喜欢那些看上去结构清晰、指标明确、可量化评估的方案，因为他们更容易展示政绩，更容易获得上级认同。但问题在于，这些方案往往忽视了人性中深层的柔弱与不可度量性。一项公共政策即使符合逻辑，但一旦脱离人的真实需求和情感复杂性，其执行过程就会造成内在的扭曲。老子所谓的好径，正是对这种偏好捷径、忽视本体之道的制度病态的概括。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当代官僚体制下的政策制定过程，许多制度看似完备，但其中充满权力的过度修饰，朝甚除，田甚无，仓甚虚。朝堂中的门面极其光鲜，官员的服饰夷夷，流程管理无一不细致繁复，而田地荒废，仓储空虚，却无人问津。政务的重点从原本应聚焦于民生基础，转移到了制度装饰和权力自我复制的外在表现。这个逻辑不仅仅是老子时代的专制问题，放在现代社会同样适用。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地区会大兴办公楼宇，却无力维护基础教育；在经济数据上不断突破，却也难以为青年群体提供真正具有希望的就业结构。这种现象，正如老子所说的“非道也哉，夫文采，戴利剑，宴饮食，财货有余”，是老子对那种权力炫耀与社会结构异化的形象批判。穿着华美，佩戴利剑，显示权威，却脱离生民之本；不重民生饮食之需，却沉溺于财富和物资的堆积。这样的社会状态，
是一种以道为荣的变形结构。这里的道夸一词具有极强的道德与社会制度意义。老子指出，这种体制之下，掠夺成为荣耀，浮华成为合法，而尊道之人反而被视为愚钝无用。这种道义与现实的倒挂，恰恰构成了人类社会长期的伦理困境。在这种背景之下，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也显得尤为突出。面对如此异化的制度环境，一个人若无内在道德的警觉与精神的独立性，是很容易被主流价值同化的。老子所强调的使我介然有之，是一种对内心直觉的珍视，一种在社会喧嚣中依然能保持警醒、不自欺的能力。这一能力在当代职场情境中尤为稀缺。许多从业者被迫参与到各种看似合理但实则虚假的工作逻辑之中，比如汇报文化的盛行，常常使得人们花费大量精力在表格、演示、语境包装中，而真正用于思考本质价值、改进实际流程的时间却极其稀少。这种状态就如老子所说的朝甚除，却填甚无形式主义的表演，掩盖了实际内容的空洞。当一个人习惯性地把重心放在如何被看见、如何被评估、如何符合外部标准上时，内心的道就会被磨损，灵魂会逐渐被抽离。当这种情况在一个组织或行业中成为常态，整个社会也就难以回到真正的一道之上。大道平坦是一种本质的可达性，是人与人之间本可以用朴素的善意和合理的制度构成的路径，而我们所好之境，则常常是以规避真实为代价的效率幻觉。在家庭关系方面，这一章的洞见同样深刻。许多家庭关系的紧张，并非来自爱的缺失，而是源于内在秩序的错乱。若以奢华炫耀、表面成功为追求，一个家庭很容易在追逐物质成就的路上丧失了温情与信任的基本结构。符文采戴利剑，并不仅仅是对政权阶层的批评，也可以视作对中产家庭生活方式的一种讽刺。孩子的教育变成了成绩的堆砌，夫妻间的对话变成了财务与外貌的博弈。亲情在不断堆高的消费欲望中逐渐萎缩。老子指出的道夸，实际上也涵盖了这种在爱的名义下进行的资源掠夺与心理操控。因此，自我修养在今天变得不仅是个体责任，更是对抗制度性错乱与家庭结构异化的精神基石。修身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克制，更是一种认知上的回归。是将注意力从外部成就拉回到内在秩序，是让人重新感受到什么是平时生活的满足感。如果说前章讲的是生命的去来、生死的边界，那么本章则落笔于生者如何在社会结构中生存而不被结构吞噬，如何在功利逻辑下保有道德的完整。大道不是一条技巧性的路径，而是一种选择，一种放弃夸饰、回归真实的勇气。但我们必须承认，走在大道上确实会感到畏惧，因为它需要违背主流，面对孤独，也需要放弃许多容易获得却不值得拥有的东西。这正是老子所言为师是谓的深层意涵。而接下来的章节，老子将进一步揭示看似宁静实则充满危机的社会结构是如何不断侵蚀道德根基的。他将谈到那种静态秩序之下的潜在崩解，也会指出个体如何才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守住内在之道。让我们继续跟随老子的视线，走进第54章，从看似稳定的人间秩序中寻找真正不可动摇的根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